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的，就是中国现在逐步的在退出全球经济，也就是在遭到西方的围堵和制裁，那么逐渐的肯定要跟资本主义全球化脱钩。那么到底哪些国家可以替代中国？有人可能想到印度，想到越南，甚至想到新加坡，这些国家都能够替代部分中国的产能。但是可能大家忽略了另外一个国家，它在这个当中，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当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国家就是墨西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聊聊墨西哥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的全球手机都在拉丁美洲生产了，而且整个供应链都集中在西半球，原本在亚洲的一些公司都跑到墨西哥去了，那对中国来说绝对是噩梦。但是对中国政府而言呢，我们说的这些情况真的可能会变成现实。你想想过去这20年，咱们翻开所有的这个产品的标签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字样，但是这个场面正在逐渐改变。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为了缓解压力，西方资本虽然会通过增加供应链当中的缓冲比方说提前订购部件增加库存还有就是提前制造存货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它的成本也很高。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干脆离开中国，选择另外一个地方进行生产，缩小制造商跟市场之间的地理和政治距离，以此来减少未知的风险。事实证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倾向于这个选项。所以说，全球资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一个劳动力成本低廉、人力资源充沛，而且又是在太平洋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那在这些国家当中，首屈一指的当然就剩墨西哥了。在这些对墨西哥的投资热潮当中，最受青睐的领域就是制药行业和汽车行业以及食品行业。此外呢，企业主对墨西哥的采矿权也很感兴趣。最近有一些具体的投资案，包括福特公司在墨西哥投资 2.6 亿美元，建立一个全球技术跟商务中心。大众汽车也在墨西哥投资了 7.63 亿美元，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工厂。还有乐高、三星、LG、3M 还有通用电气也都是开始选择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到了2022年11月，墨西哥经济部长宣布，已经有超过400家北美的公司计划从亚洲搬迁到墨西哥。那这些企业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墨西哥的经济格局。2012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全国约有5055个加工厂，绝大部分都位于墨西哥的北部。很快你会发现，很多的产品上面都会换成了墨西哥制造。那么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墨西哥很可能将会替代中国。墨西哥能够在全球制造业当中出头，有这么关键几个原因。一部分来自外部因素，比方说中美关系紧张、新冠疫情，还有俄乌战争当中带来的供应链危机，这都给了墨西哥乘虚而入的机会。而且墨西哥有自己非常良好的社会和地理条件，使得他们可以站在未来新兴经济大国的风口浪尖儿。本来那些只盯着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不断的涌入墨西哥，所以墨西哥真的有一天会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企业的主要生产地。那在讲这之前呢，我们先聊一下大的环境背景是什么。那么首先，美国当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一年 GDP 达到了 23.3 万亿美元，而墨西哥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讲到美墨关系，我们当然要讲到美墨战争。墨西哥得到了大约1800万美元的赔偿金，美国拿到了德州、加州、内华达、犹他州、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大片土地。两国的战争之后，从1882年到1910年，美国的铁路公司因为它的本土劳动力短缺，就开始在墨西哥招收工人。那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原因，就是当时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限制了中国移民。当时已经有超过16000名墨西哥人在美国的铁路上工作了。那么后来到了20世纪初，墨西哥的铁路工人已经占到了美国的铁路劳动力总数的 60%。 即使在100多年前，你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国、墨西哥之间就已经开始了竞争。到了60年代，墨西哥政府制定了一项重点发展边境地区制造业的大规模工业化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便于两国之间的商品跟零部件交流，雇佣了工资极低的墨西哥工人，让他们为美国生产产品。结果导致大批的工人从墨西哥的南部涌向北部的这个组装厂。到了1992年，这些组装厂的员工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50万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大约190亿美元，占了墨西哥总出口量的40%左右。
可以肯定的说，这些组装厂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也带来了近30年的3%到4%的稳定经济增长。当时还被人们称作墨西哥奇迹。所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基础，墨西哥能够跟中国去抢生意、抢合同。那么到了1994年1月1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的签署，这标志着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这3个北美国家开始了长达15年的取消关税的贸易伙伴关系。这个协定大大的加强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合作。而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墨西哥就已经建立了一套针对外资的系统，允许外国企业的低成本工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毗邻美国的地理优势吸引外资。在北美贸易协定 NAFTA 签订之后，这些工厂的产量订单就急剧增加。虽然这个协定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它确实是促进了3个国家的贸易增长，总计至少增长了3倍，而且对墨西哥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甚至造就了今天的墨西哥经济。当然，美墨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边境政策，还有文化差异，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但不管怎么样，美墨之间的贸易额仍然在持续的增加。然后到了2020年，川普主导签订了美墨加的3国协定，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更加巩固和扩大了3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可以说，美国和墨西哥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而且他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所以当美国获益的时候，墨西哥也跟着一起受益。之前我们讲过，到了今年2023年，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了，超过了加拿大和中国。美墨的贸易额在2023年的头4个月达到了2630亿美元，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大约是1570亿，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则是1070亿美元。那这些交易让美墨之间的贸易额占了美国整体贸易的 15.4%， 超过了加拿大的 15.2% 和中国的 12%。 其实我们回顾2022年，当时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出口总额有 7.5%，而美国进口总额当中有 16.5% 都来自中国。其实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了美国头号的贸易伙伴，并且一跃超过了加拿大。但是到了2023年，不到10年间，墨西哥就已经取代了中国，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那么让墨西哥能够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1大贸易伙伴，有这么2个关键因素。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大国竞争，中美虽然在经济上边有相互依赖性，但是在意识形态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墨西哥就崛起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力量。那么中美贸易战又是如何的徐徐拉开呢？当然就要回顾到2018年7月6号这天，美国正式开启了对中国商品加征 25% 进口关税的措施。当然这是美国对中国公司不断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一种惩罚。到了9月份，随着中国的反击，美国又推出了针对2000亿美元商品的大规模的增加 10% 的关税方案。然后中国呢又进一步回应，这些关税最后被提至 25%。到今天为止，这个关税战一直都持续着，这也导致了中美贸易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出口的商品当中，有 66.4% 都被加征了关税。比如中国制造的暖气，本来是40多美元，现在被卖到60多美元。那么美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只能选择其他国家的供应商。据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这个平均关税是 19.3%， 而中国对美国商品大概是 21.2%。那结果就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减少了 8.5%， 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 26.3%。 那么由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也没有撤销川普时期的任何关税，这就让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了更大的机会。其实对美国公司来说，从中国进口商品现在变得越来越贵了，导致中国商品失去了竞争力。当然还有个大背景，就是疫情导致全球的航运和物流陷入了停滞，出现了供应链的危机。那中美关系当然同时也陷入了冰点。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清零政策进一步阻碍了航运和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工厂生产速度下降，货船也只能在近海等待，好几周都不能够卸货上岸。虽然到2022年年末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突然又爆发了俄乌战争，导致了这个疫情之后的供应链也没有办法完全修复，而且再加上贸易制裁，
切断了关键金属的供应，全球的能源和食品成本都在急剧攀升，不管是海运、航运都要绕开一些避开冲突的国家，海运和空运的成本也在急剧攀升。所以说，关税、疫情、供应链还有国际地缘冲突，这都形成了一场完美的风暴，导致中国制造业严重衰退。当然，这也是墨西哥崛起的一个大背景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别高。我们在探讨墨西哥如何在全球市场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头号贸易伙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看中国制造业的问题。它过去确实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推动了经济飞速增长，也导致中国的工人的人工，也就是工资越来越高。在过去这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 GDP 增长了10倍。正是由于存在以上的条件，墨西哥有了跟中国一较高下的机会。不过除了墨西哥呢，在印太地区还有越南、印度这些国家都是投资热点。那墨西哥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接下来我想分析一下，墨西哥至少有以下4大优势。第一个就是地理位置，墨西哥与美国相邻，这已经是它很大的一个优势了。所以对美国而言，墨西哥在生产制造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替代中国。地理位置近有什么好处呢？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叫所谓的近岸外包，意思就是说供应链、制造业跟贸易活动要转移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这是一个现在的大趋势。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没有比墨西哥更好的合作伙伴了。在理论上来讲呢，这种近岸外包可以缩短交货的时间，减少像疫情这样的不可预见的事件对供应链的打击。所以疫情之后，美国也在采购那些重要的货物跟材料，想办法维持它自身的经济运转，那也就促使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商业合作。中国当然还是有能力生产大量的商品，但是你的海运到美国通常要15到30天，这对于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来说太慢了。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海运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企业把墨西哥当做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话，那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拖延。所以货物不仅距离更近，运输也会更加方便。还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中国最繁忙的港口也就是上海，距离美国洛杉矶有6500英里，而墨西哥的货物要进入美国的境内就容易太多了。比如说福特汽车在墨西哥的一个工厂，距离洛杉矶只有664英里，如果用卡车运货的话，那么只需要不到12个小时就可以运到美国。总的来讲，墨西哥生产的货物基本上大概5天左右就能抵达美国的任何角落，所以说墨西哥的货物基本都能按时到达。但是从中国来的货物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延迟，包括恶劣的天气啊、港口的问题，还有通关的延误啊，所以这是把生产基地设在墨西哥的一个巨大好处。还有就是墨西哥周边还有很多不断增长的南美经济体，从墨西哥出口商品到这些地方的时间要远远小于从亚洲采购商品。而且从美国德克萨斯到墨西哥的新莱昂州，这之间就有一个专门用于商业的8车道宽的桥梁，叫做世界贸易大桥。那么这种地理因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墨西哥的政府政策会受到美国的影响更多。比如说在政治层面，墨西哥就会更加倾向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很多国家都更愿意跟墨西哥做生意，而不是选择中国。这是从这个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毕竟墨西哥在地缘政治上的立场与西方国家基本一致，就算是最坏的情况，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墨西哥的商业活动也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些美国企业依赖墨西哥的供应链，他们就不用担心这个货物会延误，或者是没办法按时交付。所以这种稳定性使得很多的企业愿意迁出中国，在墨西哥设立工厂。所以在这种目前越来越动荡的全球政治大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的稳定很可能就使得墨西哥成为全球首选的制造中心之一。那么好，除了地理因素以外，第二个优势就是墨西哥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美欧的企业之所以把生产外包到其他国家，无非就是出于成本的考量。毕竟在发达经济体内生产商品的成本实在太高，而且这些发达国家呢又有成熟的中产阶级以及十分完善的劳动法，所以大规模生产商品的利润就会降低，会低于把生产流程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基本逻辑，就是生产成本越低，你的利润就越高，而所有的企业呢都会想尽办法去增加利润。据墨西哥官方数据，2021年墨西哥工人的平均月工资
大概是16449比索，约合差不多820美元。而美国的工人的平均月工资高达3000美元，是墨西哥的3倍多。虽然官方数据是月工资820美元，但实际上墨西哥的最低工资只有每天的约合11.54美元。所以说，事实上，大多数的墨西哥工人的月收入可能也就230美元左右。当然，如果专指制造业的话，那么制造业的工人的平均时薪大概是3.5美元，低于中国20%到40%。虽然工资较低，但是墨西哥在质量把控方面其实比中国更可靠。对于那些不生产非常精密的电子产品的公司来说，把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可以实现双赢。那么当然有些人怀疑墨西哥的吸引力怎么可能超过中国，其实最好的证明就是中国企业自己，他们也看好墨西哥的发展，甚至在过去这几年大举进军墨西哥。据报道，自从2016年以来，甚至是在川普上台之前，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就已经翻了倍，而且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第2年，这个数字又增长了将近50%。现在你在墨西哥的西洋莱州，沿着85号公路向北大约行驶150英里，就可以到达霍尔夫桑工业园。这是墨西哥和中国联合合作协议推动下，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建立的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园区。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水平预计也会不断的提高。当然，墨西哥的工资水平要赶上中国和其他的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适当的增加工资，奖励那些表现优秀的员工，并不会影响整体的成本效益，反而会吸引更多经验丰富的工人加入制造业。那么最后，墨西哥还有另外一大优势，就是灵活性。虽然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是很多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墨西哥所提供的灵活性也同样非常重要。那在中国，由于国家对经济的严格管控，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他们很难去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去生产商品，特别是对于美国公司来说，他们更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来换取供应链的灵活性和交货时间的稳定性。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墨西哥的经济增长还是十分强劲的，未来生产成本可能会提高，但只要是产品跟货物能够持续的输出，那么企业自然就会持续的盈利。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方面，墨西哥的成本可能会高过中国，但是这些西方公司还是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毕竟可以在墨西哥换取生产的灵活性。比方说，在墨西哥生产的商品当中，有40%的材料都是来自美国的，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也促进了墨西哥自身的经济发展。但是与此相反，中国制造的商品当中，只有大概4%使用的美国制造的部件。当美国发现跟墨西哥合作有额外的好处，那么就不太可能再继续的跟中国贸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量在不断减少，而相反，跟墨西哥的贸易在不断增加。因为跟墨西哥进行交易，美国的人民也可以获利。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墨西哥取代中国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墨西哥真的希望像中国一样成为一个制造大国，它其实还是需要克服一些重大的挑战，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短板。那么首先第一就是腐败问题。墨西哥政府在全球青年指数当中的排名不是很乐观，排在180个国家的第128位。在营商便利度排名当中，墨西哥也只位于第60位。所以说，墨西哥政府还需要更加有效的打击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那么第二，墨西哥如果想跟中国竞争的话，它还需要升级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充它的航运能力。毕竟在全球最繁忙的50个港口当中，没有一个是在墨西哥的。墨西哥最大的港口的业务量也只是洛杉矶港的1/6。另外，交通的不便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墨西哥的地形非常多变，马德雷山脉横跨整个国家，北部大部分地区又是干燥的沙漠，南部是茂密的森林，公路和铁路必须穿过这些复杂的地形，所以墨西哥的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这样的话，大型的卡车才能够更便捷地穿越墨西哥的山脉、沙漠和丛林，从而更有效地进行货物运输。那么第三点就是在工业领域，墨西哥政府的奖励缺失。墨西哥总统好像没有任何的实质性举措能推动和激励制造业在州级层面发展。
长期以来，只有霍夫桑工业园所在的那个州才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地的制造业，提供财政激励措施，以及积极的和外来制造商协调合作。当然，他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尽管这个新南洋州在人口规模上只排在全国第7位，但是它的 GDP 却列位全国第3，这就意味着这个州的人均 GDP 跟马来西亚甚至希腊差不多。同时，这个州也被看作是墨西哥最安全的州之一。所以说，蒙特雷也就是这个州的首府，成为了墨西哥仅次于首都的第2大财富中心，拥有拉丁美洲最高的摩天大楼、北美最先进的地铁系统，以及一系列的高端酒店和餐馆。墨西哥北部的其他州其实也在竞相模仿这个成功模式，努力发展成为美国市场为重点的制造业中心。这几年来，对墨西哥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只可惜墨西哥总统总是被批评他没有能够对国家工业部门太过上心。墨西哥的犯罪率很高，所以现任总统一直在专注于打击犯罪。在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前的这个调查当中，很多选民就说了，移民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第2大问题，仅次于经济。而非法移民最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的犯罪率、暴力问题太严重。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暴力的根源是贫困，所以说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增加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好事儿。毕竟中国在人权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是非常的让美国担忧。那么选择一个跟美国更紧密的邻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供应链来源，这个趋势将有助于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并且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当然，现在目前看来，中国政府还没有把墨西哥当作对手，毕竟中国也没有完全在依赖制造业出口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而且目前中国还是稳居全球生产大国的榜首，而且中国还是非洲跟南美洲这2个巨大市场的主要供应国。但是我讲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趋势，现在美国跟欧洲的企业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从中国搬到墨西哥去，所以说我们在商店里会越来越少看到中国制造，而更多看到墨西哥制造，当然还有越南制造、印度制造等等等等。总之，墨西哥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政治稳定性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它的生产灵活性，墨西哥经济未来会有持续的增长，在全球制造业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这一切的发生还是要伴随着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降低犯罪率，以及政府不断释出积极的政策。我相信墨西哥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未来的潜力，取代中国的机会。所以说，当我们提到有任何国家取代中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墨西哥。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